安不下。大家好，我是祖祖，欢迎收看这一节开箱啦。我是所长，今天要来开箱什么呢？你今天要开箱养鱼的小常识。为什么是养鱼的小常识？因为之前看你跟安安你在开箱过程中，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头开始讲，才会去理解，对，才会去理解说到底要该怎么养。然后很多网友也会有一些回复教我们怎么养鱼，对，那我们就干脆来教大家该怎么样开始养鱼。有意见大家都欢迎来这个底下留言跟我们指教一下。养鱼一定要有一台过滤器。哦，好，对，过滤器，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概念。因为鱼啊，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比如说它会上厕所、吃饭，它嘴巴吃东西又不一定会一直把它吃完，吃下去都会喷饲料出来，这样喷到处都是。你怎么可以这么邋遢？可以教他，好好吃下去。等于说，我们人的排泄啊，跟什么吃剩的东西，全部都是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定会死掉。过滤器可能就相当于鱼的马桶跟垃圾桶，反正就是一个帮他们把这个废物就是清除掉的一个地方。它可以去达到一些，比如说氮循环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的，这是一个过滤器。过滤器。我们先把全部拆开来，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述它的小常识。零件盒就是紫外灯管，然后这些是什么？它这个是说它是一个过滤加强片，那它的原理是这样啦，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涂层的玻璃，去激发那个玻璃中的能量，这样就可以产生出一些化学反应，去把脏东西给分解掉。哦，听起来好神哦。我觉得是业界第一个这样做的。一般的过滤器它就是放生化滤材，然后去培菌。对啊。可是这组过滤器它是直接把培菌这件事情直接给拿掉。它不培菌了。它直接用它的这个化学反应去处理水里面的脏东西。它是用什么专利级的奈米材料涂层在这玻璃上面嘛，然后它是一个耐久型的一个高分子的复合材料，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有毒物质是包含尿素啊，甚至什么淀苯氨基酸、硫醇或者亚硝酸、硫化氢、氨离子这些东都可以分解成氮气跟二氧化碳跟水。据说呢，这产品呢有2大重点啦，一个是可以大幅降低换水的频率嘛，因为它的过滤的效能非常的好，用这个紫外线激发正能量方式，它很快就分解掉了，所以它可以降低换水频率。再好操作维护是因为它的设计上就是这一大块这样子，滤材什么都放在这里，主要会替换的过滤的东西是放在第一盒这边。你基本上只要换白棉就好了。有鉴于好维护，然后它可以降低换水频率，所以适合一些比如说上班族、新手，对，就是 like me， 新手，对，就是想要养鱼，但是不太会维护。对，跟各位说啦，这次我应该是不会再喷水啦。我们刚刚适合的人还没有讲完，因为厂商指定一定要把这讲完啊。对，上班族、新手、学生，还有什么科技新贵，生活比较忙碌的人又想要养鱼，那可能就是平常没有太多时间去换水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对，它可以帮你减少非常多时间。我必须要有一个小备注，就是要做功课。我个人认为啊，你用这个过滤器，你还是要去测量自己的水质。对，因为并不是每种物种都适合一样的水质，这不一定。因为这过滤器看起来，你处理完应该水质都会很接近。对，所以那有些适合酸，有些适合碱，所以你还要可能要去调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把水里面的杂质过滤干净，但是水质的适不适合你养的东西，就是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调整。对，而且我看厂商给资料，它基本上会分解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其实会降酸，对，因为你 CO2 嘛，所以有点像是汽水那个 CO2，对，它就越来越酸。可是它降酸应该照理来说不会降那么快啊，除非你的物质大量产生。我觉得跟水豚君一起开箱这个过滤器呢，会有一种就是一起上了一课的感觉。为什么你之前都不来跟我们一起开过滤器？为什么他之前都要跟艾迪一直在那边研究摸索？所以我们现在要插入一个紧急计划啊！紧急计划就是我们要养一缸鱼，然后这缸鱼就是还是一样由主厨负责。好的，我的紧急计划，我要自己完成。我后面有没有看到比之前一个更大的鱼缸？反正就是我现在要把后面这个缸从就是整个造景啊装设好，到最后安装上我们的 Echo Zero 的过滤器，全部都要我自己来。现在就只能靠自己。
这座小山下去吧，矿物盐。什么？好，那我先讲一下 X0 的过滤器，它的溢水侦测系统。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你看到这个有水跑出来之后，你就知道应该要换白棉。然后这是它的玻璃片，其实都有 L 字的记号。那摆放的时候要按照顺序，他们的官方是说是 Aqua Airy 的过滤加强片。透过紫外灯照射的过滤加强片的方式呢，来达到让水质过滤的效果。OK， 那我要去洗滤材喽 ，Go Go！ 最底下是一层白棉，然后再装这个，还有附一个支架。最后2段水管了。这样大功告成了，3、2、1，这积水了，成功了！终于我们把它给做完了，等它把水过滤完成，那我们就等它过一下吧。咻咻咻！沈君刚还在位置上的，他去忙他的事了。所以又是我一个人。我们今天终于要来这个放鱼了，看到了吗？后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坦干伊克湖池鲷。然后呢，我们的水已经变得超级干净，有没有看到？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澈。然后我们现在就要马上进行一个让鱼下水的动作。那在下水之前呢，我们刚刚在开拍前有就是进行了一堆水质的检测结果在这边给大家看。这个鱼呢比较喜欢偏碱的环境，所以刚刚测出来 pH 值也偏碱，不错。然后那个鱼滤的那个数值呢，看起来水也非常的透明。然后再来是 NO3 跟 NO2， 那2个的数据也都是比较偏小的，就是都还在可容许的范围内。最后一个呢是 NH3 跟 NH4， 这个叫做总氨量测试剂。那总氨量测试剂呢的数值也是就是在最少的那一个颜色里面，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 OK 的哦。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让鱼下去了。那个放鱼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养的就是这个坦干伊克湖的池鲷。那它有一个小名叫做什么斑马贝，那是一种卷背鱼。什么是卷背鱼呢？就是它有一个习性，其实会很喜欢住在贝壳里面。然后它们的求偶啊、交配啊，就是公的这个池鲷也会邀请母的池鲷到贝壳里面来，就是进行一个交配啊、求偶的动作，这样子。这个是他们非常酷的一个特色。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把他们的家安进去，买来像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拿了几个去洗一洗，那现在就是放进去咯。有没有发现我们放了什么？对，这个完美啊，充满原力的金属啊，所以就是安呢，这个坦干伊克湖池鲷的家全部都安在里面了，大大小小的贝壳，看他们会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让鱼下水了。所以先做的事情是对温，就是你刚买回来之后呢，就是要先让两边的水温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已经放在这边有超过半个小时。下去吧。好了，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把里面原本是充满了这个消毒成分的这个有蓝色颜色的这个水呢，全部都已经这叫兑水的对流的这个置换成了鱼缸里面的水了。那我们现在只是要直接把它倒进去吗？当然不是啊，我的神奇小网子把它们放进去，一只一只慢慢的放。对 ，Number One， 好，我决定了，命名这只就叫 Number One 好了。他不想出去他不想出去，拜托出去！还有别人要，快点，别人要排队。最后大家全部认得出来。这次一次捞2只好了 ，Number 2跟 Number 3， 好。为什么我每次换鱼的时候，那些鱼都不会想出去啊？他们都很喜欢这个网子呢。啊，好，下去吧。
他们都不见了。哇，瞬间就是直接跟背景融为一体了，不见了，糟糕！想要拍个鱼儿快乐在新家，结果他们全部躲起来。他们是躲到贝壳里了吗？也没有哎。好，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卷背鱼的一点点背景小知识好了。因为这个卷背鱼呢，它的喜欢的环境呢是一个比较偏碱的环境。大家有发现这个水质看起来特别的清澈透亮吗？其实是跟水的酸碱是有关系的。比较偏碱的水啊，看起来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视觉效果，是不是很神奇？结尾呢，就是水轮君每次呢，真的都让我一个人来做，但是这一次呢，你有没有看到？没有重大的灾情传出，而且我一个人完成了，就是从色缸到这个，好啦，鱼是水豚君买的，贝壳啊、沙子啊这些也是，还有里面的东西是水豚君提供的，但是是我一个人完成了组装哦，水豚君。这次的影片啊就要到这边结束了。那非常高兴可以跟这个 EcoZero 的滤水器真的合作。喜欢辣鸡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个赞，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是祖祖，我们下次见，拜拜。